有这么一名勇者，明明实力超强，却永远只杀弱小的哥布林。哥布林异世界最低级的魔物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甚至还会强抢女孩做泄欲工具。大家好啊，还是我张大刚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异世界冒险番《哥布林杀手》。15岁女神官刚从神殿毕业，就决定成为一名冒险者。冒险者一共分10个等级，最高白金，其次是黄金和白银。她作为新人，自然是最低等的白瓷。刚刚注册完毕，她就收到了一个新人小队的组队申请。他们接到了讨伐哥布林的紧急任务，队伍还缺一个神职。虽然几人都是白瓷级的冒险者，但是对战最低级的哥布林自认绰绰有余，一看就是一群没实战经验的铁头娃。在女招待担忧的目光中，女神官加入了这支新人小队。几人来到森林深处的漆黑洞窟，剑士吹嘘着自己在村子时赶跑哥布林的经历。这种魔物的智商和能力跟小孩一样，根本不需要防备。结果刚说完，他的大剑就撞在了石壁上。马尾战士安慰神官，就算剑士不靠谱，他们还有天才魔法师。走进去没多久，一个造型诡异的装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剑士和马尾战士跑上去查看，突然神官听到身后传来了诡异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他们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了好几只哥布林。面对可怕的哥布林，法师吓得花容失色，他咏唱咒语，放出火箭干掉一只。可惜这技能前摇实在太长，冷却时间都没过就被人放倒了。哥布林蒯折法杖，抽出小刀就是一顿捅。剑士冲上前，毫无章法的挥刀斩击。神官赶紧给法师回血。剑士接连砍杀了几只哥布林后，越战越勇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他的长剑撞上了低矮的石壁，武器脱手的瞬间，剑士被哥布林摁倒在地，残忍杀害。神官的治愈术没起作用，战士冲上前掩护两人撤退，却没想到遇上了体型巨大的哥布林怪物。怪物抡起战士，狠狠摔在石壁上。剩下的哥布林蜂拥而上，撕碎了女战士的衣服，对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待。吓破了胆的神官带着法师逃离，然而没走多远，神官就被一支箭正中肩膀。2只哥布林追了上来，开始撕扯重伤的法师。眼看着队友全灭在自己眼前，神官吓得动弹不得。而就在此时，洞窟的深处传来了火光和脚步声，一身盔甲的剑士不费吹灰之力解决掉了2只哥布林。面对神官的询问，战士称自己为哥布林杀手。杀手帮神官拔掉了肩头的剑，拿出回血药给他。而一旁只剩一口气的法师是彻底没救了。哥布林的刀上有剧毒，在法师的恳求下，杀手一刀结束了他的痛苦。杀手要继续杀哥布林，神官虽然害怕，但还是跟了上去。杀手将哥布林的血涂在神官身上，帮他掩盖气味。2人回到小队遇袭的地方，死去剑士的剑太长了，不适合在洞穴里挥舞。洞窟里太黑，导致他们没有发现身后的另一个洞穴，而惨遭暗算。哥布林虽然智商不高，但不蠢，他们有上级的咒术师萨满指挥。2人悄悄潜入洞穴深处，杀手指挥神官咏唱圣光，耀眼的圣光照亮了洞穴深处。杀手冲上去一枪解决萨满后扭头就跑，追上来的哥布林怪物正中陷阱，被杀手砍杀。杀手在尸体上浇上火油，和火把一起扔回洞窟。解决了剩下的哥布林之后，神官救出了被折磨到崩溃的女战士。杀手补刀砍死了假死的萨满，并找到了几只刚出生的哥布林幼崽。即便是毫无杀伤力的幼崽，杀手也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。这些怪物长得很快，而且记仇，只能赶尽杀绝。杀手抡起棒槌，大锤巴似的砸了下去，鲜血滴落在掩面哭泣的神官的法杖上。一共22只哥布林讨伐成功，沦为泄欲工具的女孩们获救了，却留下了终身阴影。经历过那场惨剧的神官没有退缩，而是选择了和杀手组队一起猎杀哥布林。放牛的少女回想起往事，小时候她和小猪马说自己要去城里叔叔家的农场帮忙，想给猪马买礼物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小猪马却生气了。2人吵了一架，放牛少女坐上叔叔的马车离开了。少女想等回来再和小猪马和好，但是那句对不起她到现在都没能说出口。多年之后，放牛少女一觉醒来，杀手先生正在检查牧场周围是否有哥布林的踪迹。哥布林在晚上行动，对要袭击的村庄会提前踩点。杀手从5年前开始寄宿在他家的农场，这是每天早上的必修。早饭过后，将房租给了少女的叔叔。杀手前往工会接任务，少女去城里送货，便和他同行。最近哥布林的数量变多了，讨伐任务也越来越多，但报酬却低得要命。但女招待知道，无论多低的报酬，总有一个人会愿意过去的。杀手来到工会，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等待任务的冒险者，大家都在争相选择等级高的讨伐任务。杀手却只在一旁等着，因为讨伐哥布林的任务除了新人没人会接。杀手在其他冒险者看来是个奇葩，明明是第3的白银级，却只杀哥布林。女神官走了过来，和杀手就上次杀哥布林的方式争论了起来。神官经过上次事件后，仔细研究了哥布林的行动方式，他们的作息和人类昼夜颠倒，巢穴内部很危险，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点火把他们熏出来。等到人都离开后，杀手才开始接任务。有一群哥布林占据了一座古堡，为非作歹，不仅抢走了委托人的妹妹，就连路过的冒险者进去都再没出来。杀手和放牛少女告别，少女回到家之后却想起了往事。她和叔叔来到城里后，村庄就被哥布林袭击了，他们大肆破坏，杀人掠夺。被姐姐藏起的小猪马目睹了姐姐被蹂躏致死的全过程，于是他拿起武器
器遍寻哥布林踪迹。后来小猪马成为了哥布林杀手，他对哥布林穷追不舍，见到就杀。少女担心杀手整夜睡不着，但叔叔却让他离杀手远一点。虽然他们之前是青梅竹马，但自从他的姐姐死后，杀手就已经迷失，变成了怪物。这边杀手和神官找到了哥布林的巢穴，他点燃火箭朝古堡射出一箭又一箭，古堡燃起熊熊大火，里面的哥布林仓皇逃窜。神官吟唱咒语，本来是防御用的圣臂封住了古堡唯一的出路，于是剩下的哥布林只能被活活烧死。天上下起了大雨，浇灭了这场火。杀手先生完好无损归来，吟游诗人在桥下唱着关于哥布林杀手的事迹。有人向他询问哥布林杀手的事迹，那人摘下兜帽，赫然是一位美丽的精灵少女。朝吟游诗人问清楚了哥布林杀手的下落之后，精灵和他的矮人以及蜥蜴队友来到了冒险者工会。这3个外族组队的情况可不常见，而且3个还都是白银级的冒险者，工会里难免议论纷纷。正巧此时杀手和神官回来交接任务，于是4人上楼商谈。神官被留在楼下休息，2位新人趁机向神官提出了组队申请，被拒绝之后又嚼起了舌根，说杀手已经是白银级，却只接最低级的冒险任务，肯定是把新人当诱饵用的。不过还没说几句，2人就被一位波涛汹涌的魔法师姐姐推走了。魔法师和杀手是熟识，会经常帮他处理卷轴，抱怨杀手情商低的像个木头。神官倒是不觉得杀手难以相处或者性格古怪，他只是自己害怕拖对方的后腿。杀手一心消灭哥布林，连着几年几乎无休。虽然工作对世界有益，但世间不只有哥布林，王都又出现了很多恶魔。当然魔法师说了这么多，只是想告诉神官，和谁组队都能帮到他人，选择权在他自己手中。楼上的商谈刚开始，魔神王的复活导致大批恶魔聚集王都，他试图率领大军毁灭世界，随几人想寻求杀手的帮助。杀手一口回绝，他对哥布林以外的魔物没有兴趣，就算世界危机都不能成为他放过哥布林的理由，因为在魔神毁灭世界之前，哥布林会先毁灭村庄。这种毫不在乎的态度气得精灵拍桌子瞪眼，你这脾气怎么比中途某密林小霸王还暴躁？蜥蜴和尚赶紧劝架，他们正是来找杀手消灭哥布林的。现在恶魔大军正准备进军，人族、精灵、矮人、蜥蜴4族首领正在开会商讨对策。但最近精灵族的地盘上哥布林非常猖獗，人族的军队是不会因为哥布林出动的，所以希望冒险者能帮忙解决。但他们只发现了巢穴所在，规模数量多少，有没有萨满和巨型种，通通不知。杀手也不介意，收起地图表示自己即刻动身。于是小队出发前往精灵族的地盘。夜晚露宿的时候，大家分享着各自的美味，谈论起各自成为冒险者的理由。杀手就算是吃饭都不摘头盔，好家伙，你喝汤真的不会漏吗？精灵喝醉了就去骚扰杀手，偷偷动他包里的卷轴，卷轴里是用失传的古代秘术封印的魔法，一旦解开绑绳，就算是小孩也能用，而且还是一次性消耗品。对于哥布林诞生的说法，几人听到的版本也各不相同。杀手的姐姐告诉他，哥布林是从月亮上来的，这个世界有2轮月亮，一红一绿，相传哥布林就会像流星一样从绿色岩石构成的地方过来。月亮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光秃秃的岩石，他们渴望岩石外的世界，所以嫉妒之心会让人变成哥布林。休息了一晚之后，小队在清晨找到了哥布林的巢穴，精灵射出了拐弯箭，1穿3射死了门口的守卫。精灵族哥布林间灭战正式开始。